刘邦，字季，沛县丰邑中阳里人，今江苏徐州丰县，是西汉的开国皇帝，史称汉高祖。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出身平民、完成大一统的王朝开创者。他没有贵族背景，没有雄厚家底，也没有绝世武力，却凭借卓越的政治智慧和用人能力，结束了秦末的战乱分裂，建立起延续400多年的大汉王朝。他的政治制度、经济政策和治国理念，为后世汉文化奠定了基础，深刻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体系。下面我们完整讲述他从乡野平民到开国帝王的传奇一生。第1章，布衣半生，乱世乡野的蛰伏基点。刘邦出生于战国末期楚国沛县，彼时天下纷争，秦国一统之势已然成型，其家族为普通农户，父亲刘太公、母亲刘媪皆无正式记名，世代务农为生。刘邦兄弟4人，长兄刘伯，次兄刘仲，刘邦排行第3，故名刘季。幼弟刘交喜好诗书，与刘邦性情迥异。年少时期的刘邦完全背离传统农耕子弟的人生轨迹，不喜耕作劳作，厌恶市井商贾，终日结交乡邻豪杰，游走于沛县市井之间。此举被乡邻宗族视为无赖，常遭父亲刘太公训斥，被指责不治产业，无所事事。但刘邦并非闲散慵懒，其性情豁达大度，待人宽厚，不拘小节，擅长笼络人心，无论市井小民、县衙小吏，皆能与之交好，为日后起兵积蓄了最初的人脉根基。青年刘邦曾游历四方，目睹战国末年的乱世乱象，也见证了秦国兼并6国的磅礴气势。相传他曾远赴咸阳，目睹秦始皇出巡的威仪，发出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感慨，彼时便暗藏问鼎天下的野心，不甘终老乡野。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统一6国，建立秦朝，推行郡县制，天下格局彻底重塑。成年后的刘邦凭借良好的人缘与处事能力，被推举出任沛县泗水亭长。秦朝亭长为基层治安官吏，管辖10里地域，负责辖区内治安巡查、徭役押送、民间纠纷调解等事务，官阶低微，却成为刘邦人生的重要转折点。任职泗水亭长10余年间，刘邦深耕沛县基层官场，精准积累了核心人脉圈层。他与沛县主力萧何、豫、曹参结为至交，2人精通律法政务，深谙地方治理，是沛县核心文职官员，同时结交市井豪杰，屠夫樊哙、车夫夏侯婴、乐师周勃等人皆依附于他。这批底层官吏与市井英豪，日后成为刘邦起义团队的核心班底，是大汉王朝的开国元勋。基层任职的经历让刘邦彻底看透了秦朝的统治弊端，严苛律法、繁重徭役、官吏腐败，民生疾苦。他长期接触底层百姓，深知民间疾苦与民心相悖，练就了洞察时局、体察民情的政治敏锐度，也养成了隐忍、变通、务实的执政风格。与项羽的贵族傲慢、刚愎自用形成本质区别。刘邦中年时期依旧家境贫寒，无官无才，却得吕公赏识，迎娶吕雉。吕公本是丹父望族，因避仇家迁居沛县，擅长识人相面。沛县众官吏听闻吕公迁居，纷纷登门道贺。刘邦身无分文，却谎称贺钱万登堂赴宴，气度从容，不卑不亢。吕公见其面相不凡，格局开阔，不顾妻子反对，执意将长女吕雉许配给刘邦。婚后吕雉勤俭持家，耕作劳作，抚育子女，成为刘邦安稳的后方支撑。此次联姻让刘邦声望大幅提升，从市井布衣跻身沛县乡贤圈层。公元前210年，秦始皇病逝，秦二世即位，暴政愈烈，天下民怨沸腾，各地暗流涌动。刘邦的人生迎来彻底转折。公元前209年，
刘邦奉命押送沛县徭役前往骊山修秦始皇陵，途中徭役大量逃亡，依据秦法，押送徭役逃亡过半，庭长当判死罪。深知必死结局的刘邦，索性释放所有剩余徭役，感慨公等皆去，无亦从此逝矣。数十名感念其恩德的徭役自愿追随，刘邦带领众人隐匿于芒砀山泽之间，正式走上逃亡之路。此今流传斩白蛇起义典故，传说刘邦夜行斩杀挡路白蛇，被后人附会为赤弟子斩白弟子，象征汉承秦运，天命所归。这一传说极大凝聚了人心，为刘邦后续起兵赋予了天命正统性，其追随者日渐增多，反秦势力初步成型。第2章，沛县起兵，逐鹿乱世。公元前209年7月，陈胜、吴广在大泽乡发动中国历史上首次农民大起义，喊出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的口号，揭开秦末农民起义的序幕。天下诸侯纷纷响应，秦朝统治彻底崩塌。同年9月，沛县县令眼见天下大乱，恐惧起义军来袭，欲主动起兵响应反秦，保全自身地位。萧何、曹参深知县令怯懦无谋，不得民心，暗中劝谏县令召回在外流亡的刘邦，借助其势力掌控沛县局势。县令起初应允，待刘邦率众归来，又忌惮刘邦势力过大，反噬自身，随即反悔，关闭城门，欲诛杀萧曹2人。萧何、曹参连夜出逃，投奔刘邦。刘邦闻讯后，以书信射入沛县城中，晓谕百姓，天下苦秦久矣。县令顽固守旧，残害民众，唯有诛杀县令，共举义旗，方可保全沛县性命。沛县百姓纷纷响应，聚众诛杀县令，打开城门迎接刘邦入城。众人共推刘邦为沛县起义军领袖，刘邦遂自立为沛公，设祭坛，举赤旗，以赤弟子自居，正式起兵反秦。此时刘邦集结沛县子弟3000余人，以萧何掌政务，曹参辅军政，樊哙为先锋，组建起义支纪律严明、根基稳固的起义队伍，开启逐鹿天下的征程。刘邦起兵初期实力弱小，且缺乏军事作战经验，数次作战失利，先是攻打胡陵，方于二地受挫，后驻守丰邑时遭遇部将雍齿叛变，丰邑失守。雍齿本为沛县豪强，素来轻视布衣出身的刘邦，叛变后投靠魏国，让刘邦丧失根据地，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。为夺回丰邑，壮大势力，刘邦辗转投奔各路反秦诸侯。他先投奔楚王景居，途中偶遇楚国贵族项梁、项羽叔侄率领的楚军主力。项梁势力强盛，兵甲充足，刘邦果断归附项梁，借助楚军兵力收复丰邑，诛杀叛逆，稳固根基。依附项梁期间，刘邦得以近距离学习军事战略，观摩诸侯争霸格局，同时与项羽结为异姓兄弟。项梁赏识刘邦的沉稳务实，深得民心，对其多有扶持。刘邦借此机会扩充兵马，收纳人才。张良便是此时正式归附刘邦。张良精通谋略，善断大事，此后成为刘邦的首席谋士，为其定天下、安社稷立下不世之功。公元前208年，项梁在定陶之战中兵败战死，楚军主力受挫，天下局势再度动荡。楚怀王为制衡项羽势力，刻意扶持刘邦，将楚军分为2路，一路由项羽率领北上救赵，对抗秦军主力章邯军团；一路由刘邦率领西进伐秦，直击关中腹地，并与众诸侯约定先入定关中者亡之，为刘邦率先灭秦，称亡关中，埋下伏笔。相较于项羽正面攻坚秦军主力的惨烈苦战，刘邦西进路线以谋略取胜。他采纳张良、郦宜基等人的建议，不硬拼，善招降，稳推进，沿途收纳各路零散起义军，收服秦朝郡县官吏，
军纪严明，秋毫无犯，深得百姓拥护。秦军守将大多望风归降，刘邦军队一路势如破竹，快速逼近关中。公元前207年，巨鹿之战爆发，项羽破釜沉舟，击溃秦军主力章邯、王离军团，秦朝军事力量彻底瓦解。同年10月，刘邦率军抵达咸阳城外坝上。此时秦朝内部政变，赵高弑杀秦二世，立子婴为秦王。秦王子婴深知大势已去，去除帝号，素车白马，携玉玺符节出城投降。秦朝2世而亡，享国15年。入主咸阳后，刘邦一度被秦宫的奢华宫殿、珍宝美女迷惑，欲留宿宫中享乐。樊哙、张良及时劝谏，点明奢靡乃亡国之兆。刘邦幡然醒悟，当即封存秦宫珍宝府库，率军退回坝上，杜绝将士劫掠扰民。为安抚关中民心，稳定秩序，刘邦召集关中各县父老豪杰，颁布传世的约法3章：杀人者死，伤人及到抵罪，其余秦朝严苛律法尽数废除。同时严明军纪，禁止士族扰民劫掠，废除秦朝繁重赋税徭役。关中百姓饱受秦法暴政之苦，听闻新政后欢欣鼓舞，争相携酒肉慰问汉军。刘邦彻底赢得关中民心，为日后楚汉争霸奠定了绝对的民心根基。第3章楚汉对峙，5年争霸定天下。刘邦率先入主关中，欲亡关中的举动彻底激怒项羽。项羽巨鹿之战后，率40万大军西进，攻破函谷关，驻军新丰鸿门，与刘邦10万汉军形成对峙。项羽谋士范增力主诛杀刘邦，以绝后患，鸿门宴之局就此形成。面对兵力悬殊、生死攸关的绝境，刘邦展现出极致的隐忍与变通。他听从张良计策，亲自赴鸿门谢罪，言辞谦卑，姿态恭敬，消解项羽的怒火。宴席之上，范增数次拒绝示意杀刘邦，项庄舞剑意在沛公，局势步步凶险。危急时刻，项伯掩护，樊哙闯帐，怒斥项羽背信弃义，不顾大义，震慑全场。刘邦借机假意如厕，脱身逃离鸿门，留下张良善后献礼。此次鸿门宴，刘邦以隐忍求生，放弃眼前虚名，保全核心实力，避免了与项羽的正面决战。项羽刚愎自用，优柔寡断，错失诛杀刘邦的唯一良机，也为日后兵败乌江埋下伏笔。鸿门宴后，项羽率军入主咸阳，屠戮秦王子婴，火烧阿房宫，劫掠关中百姓，尽失民心。随后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，分封18路诸侯，违背先入关中者亡之的约定，将刘邦分封至偏远的巴蜀、汉中之地，封为汉王，试图将其困锁西南，隔绝中原。公元前206年，刘邦强忍心中不满，接受汉王封号，率军前往汉中，为麻痹项羽，消除其猜忌。刘邦听从张良建议，烧毁沿途栈道，以示无东出争霸之心，安心驻守汉中。此举成功，让项羽放松警惕，率军东归彭城，放弃对刘邦的监视制衡。驻守汉中期间，刘邦广纳贤才，整军备战，核心团队进一步完善。萧何坐镇后方，安抚百姓，筹措粮草，整顿户籍，保障后勤补给，稳固汉中根据地。韩信因不受项羽重用，又未得刘邦出其重视，愤然离营。萧何连夜月下追韩信，极力向刘邦举荐，断言欲争天下，非信不可。刘邦知人善任，不计韩信出身低微，曾受胯下之辱，破格筑坛百将，任命韩信为大将军，总领全军军事。韩信为刘邦制定明修栈道、暗度陈仓的东出战略，精准规划争霸天下的整体布局。同年8月，刘邦采纳韩信计策，表面修复栈道，
佯装缓慢出兵，暗中率主力从陈仓小道突袭关中。关中三秦守将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毫无防备，汉军势如破竹，迅速平定关中全境，还定三秦之战，让刘邦重新掌控富庶的关中腹地，拥有了稳固的根据地、充足的粮草兵源，正是拉开楚汉争霸的序幕。公元前205年，刘邦趁项羽平定齐国叛乱，主力深陷齐国战场之机，率56万诸侯联军东进，一举攻占西楚都城彭城。攻占彭城后，刘邦滋生骄心，沉迷享乐，疏于防备。项羽亲率3万精锐骑兵火速回援，突袭汉军，联军军心涣散，不堪一击。彭城之战，汉军惨败，死伤数十万，刘邦狼狈逃亡，父母妻儿皆被项羽俘虏。彭城惨败是刘邦争霸生涯的最大低谷，诸侯见汉军战败，纷纷叛汉归楚，局势瞬间逆转。但刘邦并未一蹶不振，展现出极强的抗压能力与复盘能力。他退守荥阳、成皋一线，重新整合残军，依托关中源源不断的后勤补给，与项羽展开长达3年的楚汉拉锯战。对峙期间，刘邦制定完善的灭楚战略，正面亲自坚守荥阳、成皋，牵制项羽主力；北面派韩信北上，平定魏、赵、燕、齐4国，开辟北方战场，对项羽形成战略包围。南面游说英布叛楚归汉，扰乱西楚后方，同时派彭越不断袭扰楚军粮道，断其补给，疲其兵力。3年对峙中，刘邦正面战场多次战败，数次孤身逃亡，身陷险境，但始终坚守核心战略，从未放弃大局。反观项羽，虽屡战屡胜，却疲于奔命，粮草断绝，盟友尽失，战略优势逐步瓦解，陷入四面合围的绝境。公元前203年，楚军粮草耗尽，兵疲将乏，刘邦抓住时机，遣使与项羽议和，双方约定以鸿沟为界，中分天下，鸿沟以西归汉，以东归楚，项羽释放刘邦家人。两军罢兵停战，和议达成后，项羽信守承诺，率军东归。刘邦本欲撤军西归，张良、陈平及时劝谏，指出汉有天下大半，诸侯皆附，楚兵疲粮尽，此天亡楚之时，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。刘邦果断采纳建议，撕毁和议，率军追击楚军，彻底摒弃妇人之仁，力求一战定乾坤。公元前202年，刘邦调集韩信、彭越、英布等各路诸侯大军，完成对项羽的全面合围，将楚军围困于垓下。韩信设10面埋伏，四面楚歌之计，瓦解楚军军心。楚军将士听闻家乡歌声，军心溃散，四散逃亡，仅剩800精锐追随项羽突围。突围后的项羽兵败至乌江，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，拒绝渡江逃生，自刎而死。历时5年的楚汉争霸彻底结束，西楚势力覆灭，天下尽归汉土。公元前202年2月，刘邦在定陶泗水之阳登基称帝，定国号为汉，定都洛阳，后迁都长安，大汉王朝正式建立。第4章，开国建制，稳固大汉基业。汉朝建立之初，天下历经8年战乱，民生凋敝，田地荒芜，人口锐减，经济崩溃，同时诸侯割据，隐患丛生。刘邦称帝后，首要任务便是稳定政权，安抚人心，恢复国力。他首先开展论功行赏，册封功臣，稳定朝堂局势。刘邦定萧何为首功，封为厉侯，10邑最多，引发武将不满。刘邦以猎人与猎狗的比喻阐释，武将如猎狗，追捕猎物；萧何如猎人，规划全局，指挥调度，保障后勤，功在万事，彻底平息争议。随后册封张良、韩信、曹参、樊哙等一众开国功臣，同时分封7大异姓诸侯王，
承认韩信、彭越、英布等实力派诸侯的封地势力，快速安抚地方，稳定天下秩序。制度建设上，刘邦摒弃秦朝纯郡县制的弊端，结合汉初局势，创新推行郡国并行制。中央直辖关中、中原核心区域实行郡县制，由中央直接管控，边远地区分封诸侯王，世袭自治，镇守一方。这一制度兼顾了中央集权与地方稳定，是贴合汉初乱世初平局势的务实选择，有效避免了秦朝中央集权过度、地方无缘、速亡的弊端，也规避了先秦诸侯割据分裂的隐患。针对秦末暴政与连年战乱造成的民生破败局面，刘邦确立黄老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，推行轻徭薄赋、与民休息的国策，全方位恢复社会经济。经济上，废除秦朝严苛赋税，实行15税1的低税率，大幅减轻农民负担，释放战乱流民，鼓励百姓返乡耕种，开垦荒地，恢复农业生产，解放奴婢，恢复底层民众人身自由，扩充劳动力。政治上，精简官僚体系，裁减冗余官吏，减少财政开支，简化律法条文，延续约法3章的宽仁理念，废除秦朝连坐、酷刑等严苛法令，制定9章律，兼顾法治与民生，实现社会秩序平稳。军事上，裁减军队，士兵归田，减少军费消耗，让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回归农业生产。一系列休养生息政策，快速扭转了汉初经济崩塌的局面，百姓得以安居乐业，社会矛盾大幅缓和，国库逐步充盈，为后续稳景之治。汉武盛世奠定了坚实的经济与社会基础。相较于秦朝的严刑峻法、横征暴敛，汉初的宽政爱民，充分体现了刘邦务实为民的执政智慧。郡国并行制虽短期内稳定了局势，但异姓诸侯王手握重兵，割据一方，封地广袤，势力强盛，俨然独立王国，成为中央皇权的最大威胁。为巩固刘氏江山，杜绝分裂隐患，刘邦晚年开启剪除异姓诸侯王的政治布局。公元前201年，韩信被人诬告谋反，刘邦以巡游云梦泽之计突袭楚国，擒获韩信，贬为淮阴侯，软禁于长安，剥夺其兵权封地。公元前196年，吕后与萧何合谋，诛杀韩信于长乐宫中室，彻底根除这一最大隐患。同年，彭越被诬告谋反，刘邦将其废黜流放，后吕后劝谏斩草除根，彭越被诛杀灭族。英布见韩信、彭越相继被杀，心生恐惧，被迫起兵反叛。刘邦亲率大军平叛，击败英布叛军，诛杀英布。此外，赵王张耳、燕王臧荼、韩王信等异姓诸侯王或病逝，或被诛，或叛逃。至刘邦晚年，汉初7大异姓诸侯王几乎尽数被铲除。铲除异姓王后，刘邦吸取教训，大肆分封刘氏同姓诸侯王，以血缘宗亲镇守天下，拱卫中央，同时立下非刘氏而亡，天下共击之的白马之盟，杜绝异姓封王的可能。从制度上巩固刘氏皇权统治，虽然后期引发七国之乱，但在汉初阶段有效杜绝了诸侯割据叛乱的隐患，稳固了新生王朝的统治根基。汉初天下初定，中原国力孱弱，而北方匈奴部落趁中原战乱崛起，不断南下侵扰边境，掠夺人口、财物，成为大汉王朝的边境大患。公元前200年，匈奴冒顿单于率40万大军南下围攻晋阳，刘邦轻敌冒进，亲率30万大军北征匈奴。刘邦孤军深入，被匈奴大军围困于白登山，长达7日7夜，粮草断绝，内外隔绝，陷入绝境。危急时刻，刘邦采纳陈平秘计，遣使贿赂匈奴恶士，借助恶士劝说冒顿单于，加之汉军主力即将抵达，匈奴军心不稳，冒顿单于最终解围撤军，
刘邦得以脱险，史称白登之围。白登之围让刘邦清晰认清汉匈国力差距，深知汉初民生凋敝，军力疲弱，无力与匈奴展开长期大规模战争。为换取边境和平，争取休养生息的时间，刘邦确立汉匈和亲国策，派遣宗室女子远嫁匈奴单于，馈赠金银财物，与匈奴缔结友好盟约。和亲政策虽带有屈辱色彩，但在汉初国力薄弱的特殊背景下，是最务实的外交选择，有效遏制了匈奴大规模入侵，保障了北方边境数十年的和平稳定，为汉朝积蓄国力，日后反击匈奴赢得了宝贵的发展窗口期。第5章晚年落幕，功垂千古。平定英布叛乱的战争中，刘邦不幸被刘氏射中，身负重伤，加之常年征战，鞍马劳顿，政务操劳，晚年刘邦身体状况急剧恶化，伤病久治不愈。晚年的刘邦偏爱戚夫人所生的赵王刘如意，认为太子刘盈性情仁弱，资质平庸，难以执掌天下，欲废长立幼，改立刘如意为太子。废立太子的想法引发朝堂剧烈动荡，吕后势力开国功臣集团纷纷反对。吕后为保全太子之位，采纳张良计策，请出德高望重的商山4号辅佐太子。刘邦见太子已然羽翼丰满，深得人心，朝堂势力稳固，深知废立之举会引发朝局动荡，天下分裂，最终彻底放弃改立太子的想法，稳定了汉初储位格局。公元前195年，刘邦病情加重，自知时日无多，开始安排身后托孤事宜。吕后询问朝堂后事安排，刘邦精准预判后世朝堂格局。萧何死后，曹参可继任丞相；曹参之后，王陵、陈平可辅政。周勃厚重少文，忠心耿耿，日后安定刘氏，天下者必为周勃。此番预判精准应验，充分展现了刘邦极致的识人眼光与政治远见。临终前，刘邦召集文武大臣，宰杀白马，歃血为盟，立下白马之盟，非刘氏而亡，非有功而侯，天下共击之。明确规定异姓不得封王，无功不得封侯，确立刘氏天下的正统性，杜绝外戚、权臣篡权割据的隐患，为汉朝数百年的江山稳固奠定了制度底线。公元前195年4月，汉高祖刘邦在长乐宫驾崩，享年62岁，葬于长陵，庙号太祖，谥号高皇帝。从一介布衣亭长到95之尊的开国帝王，刘邦仅用7年时间扫平乱世，一统天下，开创大汉400年基业。纵观刘邦的一生，无先天优势，全凭后天格局与能力取胜。其核心优势不在于勇武、谋略、文采，而在于知人善任，从谏如流，审时度势，务实变通。刘邦曾自评，运筹帷幄不如张良，镇守国家、安抚百姓不如萧何，领兵作战不如韩信，但三者皆为其所用，故能取天下。反观项羽，刚愎自用，嫉贤妒能，残暴失民，虽有盖世勇武，最终兵败身死，失尽天下。历史层面，刘邦终结了秦末战乱分裂的乱世格局，结束了先秦以来贵族专政的政治传统，开创了布衣将相的新时代。其确立的郡国并行制、休养生息国策、宽仁治国理念，重塑了中国古代王朝的统治模式。他所建立的汉朝奠定了汉族、汉字、汉文化的根基，深刻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，影响绵延至今。刘邦虽出身布衣，行事不拘小节，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格局、最懂治国、最善育人的开国帝王之一。其历史功绩与政治智慧永载史册，功垂千古。